妹妹都是因为我才如此虚弱，我日日祈福，唯愿妹妹尽快好起来。除了我阿姐，这宫里只冷姐姐这般关心我。我本想亲手熬些排毒汤给妹妹的，但想到妹妹有顾太医这样医术精湛的弟弟，就不好越俎代庖了。顾太医这几日定然在为妹妹悉心调治吧？他这段时间有些忙，不过头一日来给我开了排毒药方。只有头一日过来吗？再忙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比他阿姐还重要？阿玄常来看我，只是最近冷姐姐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这瞧着像是凤贵嫔的帕子，怎么在妹妹这儿？这帕子是我在公道上拾得的，一直忘了还给凤贵嫔。说来也巧，那日在宫中还遇到阿玄送一名染疫的宫婢出宫。怎么宫婢染疫还需要顾太医亲自送出宫啊？太医署的事，他很少跟我提起。阿玄就是这样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。他对你更应该亲力亲为才是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，就把我当做亲姐姐吧。谢谢姐姐。那妹妹好生歇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嗯。并未听说宫中有何异病，此事或有蹊跷。这是我从顾太医那儿偷偷誊抄下来的。是那老匠人儿子的证词，顾玄果然在查大火真相。可有销毁证词原本？你放心，我在那原本上撒了药粉，几个时辰后，上面的字迹便会模糊不清。如此，既毁了证词，他也不会发现证词被人动过。顾玄带疫病宫婢出宫之事，可有眉目？我连夜核查了近几日所有的疫病记录，顾玄向太医署谎报了染疫之人记录。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送个宫婢出宫？顾婉这么久捡到凤青的手帕，莫非顾玄要带出宫的是凤青？你是说顾玄和凤青有染？我记得凤青还是宫婢时，顾玄就与她认识了。说起来，凤青被先皇后附身，也算救了顾玄一命。这两人关系定非同一般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们就要苦尽甘来了，只需你再助我解决凤青，我们便再无后顾之忧。月儿，接下来你有何计划？文远，司天剑可有你信得过之人？启禀官家，司天监在太医署的草丛里面发现了一块奇石，说是天降异象，非同小可。后宫的娘娘们都去看热闹了。带朕去看看。是。如此异象，你有何解？啊！启禀官家，此时裂纹浑然天成，形若凤子，结合宫中带凤字之人的生辰，臣推出此时或与凤贵嫔有关。天垂象，地映照，凤妹妹应是天赐祥瑞化身，司天监可要好好推算，
待微臣将此事挖出，看清全貌，应有全盘论断。大人，大人有发现！啊！这你作何解？此时下淌黑水，乃淫乱之象。此物又出现在太医署，恐太医署有人对凤贵嫔心怀不轨。兹事体大，你可看准了？臣一向直言，绝不敢妄断。而且，这说，此时全貌乃大凶之象，需尽快搜查太医署，找出祸端。既是凶相，自当从速处置，以免扰乱国之气运。叫你过来，是因此事过于蹊跷，朕怕太医署有人想借此加害于你，所以才搜查。臣妾明白。妹妹不必担心，搜查只是为了找出心怀不轨之人，也是为了不影响国之气运。启禀官家，在顾太医枕头下搜出此方帕。呈上来。这是你的帕子。是。凤贵嫔的手帕为何会出现在你的枕下？官家，臣并不知情，定是有人故意用此帕栽赃陷害。微臣坦坦荡荡，怎可能做如此蝇营狗苟之事？官家，微臣发现顾太医有异常之举，就是不知与那异象是否相关。但关乎凤贵嫔清白和国之气运，臣不敢不奏。讲，这是太医署上个月的医病记录，顾太医私自添加了一名浣衣局宫婢的染疫记录。此事事关宫闱，无关人等都退下吧。是。朕记得那晚，顾太医，官家万福。你带出宫的人是谁？臣只记得是浣衣局的一个宫婢。微臣出于谨慎，特意去问了浣衣局，那日并没有宫婢染疫，只有一名宫婢因萧可症而被恩放出宫。你带出宫的人究竟是谁？微臣记不起名字了。你阿姐说过，你记忆极强，从小看过的医书便过目不忘。凤卿，你知道那晚他送出宫的人是谁吗？朕记起来了，不说实话便是欺君。官家，顾大人那日送出宫的是我，但事出有因。是我给他下药，
强行带他出宫。我不想让他和阿锦一样，在这深宫里落得个惨死火海的下场。那场大火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灵堂动了手脚。什么？我们2人一直在查灵堂大火的真相，先皇后的死并不是意外。一直调查大火，你们2人一起？你们的秘密还真多呀！为何不告诉朕？与娘娘无关，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逞英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顾他的情面，私自将他带出宫，就能护他周全？顾大人是情有可原，还请官家宽恕他。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国无法不立。顾玄私绑妃嫔出宫，将他打入天牢，以待发落。来人！都退下！子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青儿。阿玄只是护姐心切，求官家宽恕他这一次。朕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坦诚。如今为了救顾玄，你愿意承认了？替顾玄求情之人与他同罪，你还要说吗？我永远是他阿姐，我永远护着他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姐弟情深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即日起，凤贵嫔禁足永福宫。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着。官家大怒，顾玄被下了大狱。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。那凤青如何？我离开前，听他叫了官家的表字，他拉着官家的手哀求着说：“她是青儿。”叫官家表字，青儿。难道她真是顾青？你说什么？凤青真是先皇后？怎么可能？怪不得她一个奴婢会有如此造化。顾青真是见凤青之身还魂了，她竟然阴魂不散，又活回来了。她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能让她再死一次。我们已经害过他一次了，若再下毒手，罪孽更重。就算不为我俩祈福，也要想想我们的温远，来，坐下说。将来所有的责罚，我都愿意一个人承受，但凤青这个祸患不能不除，否则，给他人留后路，就是给自己掘坟墓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若非我入宫，早该与你举案齐眉。这后宫人心思鬼，唯有你，是我能托付性命之人。如今只需除去凤青，一切便大功告成。风险太大，我看凤青在官家心里非同一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不除。若他将大火真相捅破，我们就是死罪。大不了我一个人将所有罪责都揽下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若凤青当了皇后，我便岌岌可危。到时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
我们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可是无需多言了。顾玄下了大狱，凤青那边的日常看诊你安排一下，趁机找个稳妥的方式给他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令其丧命。好。顾青，你就算借凤青重生，也必须死，让你公才是命定的皇后。娘娘近来心有郁结，夜夜梦魇引起高烧不退。微臣这药疏于退烧，还需要再多服几日。且慢，药还烫，不宜入口，不如再给娘娘多拿床棉被，有利于发汗退热。是。官家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官家，凤妹妹已昏迷多时，太医也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把所有太医都叫过来，快点！是。气息越来越弱了。父亲，你可是在院镇那日将顾轩打入天牢，朕并非是在针对你，那日是朕气急了。你，官家，没想到凤妹妹病得如此严重，我这就回去焚香祈福，祈天道庇佑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此后无人再与你争凤位了。只是我这几日实在是惶惶不安。你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能设局让顾青葬身火海，也能让凤青神不知鬼不觉的丧命。我步步为营，承蒙凤位，为的就是我们的孩儿能成为太子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文言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可惜你看不到未来的荣景，凤青之死，总要有人担下来。你在这酒里下了砒霜了，怕是忘了我对气味极其敏感。
然空城月，怎敢心事诀别？爱上未凋谢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冷氏，你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心里可还有半点天理王法？官家，此乃灵堂老匠人遗书，他受冷贵妃指使，在宫中附近的地面上涂蜡，并掺了火油。事后冷贵妃又命人在宫外，将灵堂几十名工匠尽数灭口。不是已经毁了，怎会还在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，简直丧尽天良！这证词是伪造的，况且这只是他一面之词，怎可凭此就定我的罪？你以为可以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殊不知，你才是股掌中的猎物。这盘棋是我们与你的一场豪赌，也是生死博弈。你觉得我们手里没有扳倒你的实证，那我们便请君入瓮。这第一步棋，索性就由我卖你个破绽，以你先下手为强。证词正是为引蛇出洞，像你这样惯会蛰伏的毒蛇，在冷宫都可一藏数月。最怕的是你不动，只要你动，就会进入我们布下的连环局。这第二步就由我诱敌深入，我和阿锦携手给你唱一出双簧。冷姐姐，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你觉得拿到这手帕就拿到了制胜的刀，殊不知，这刀是我故意递到你手上的，就是要看着你亲手拿起的刀，最终捅向你自己。如果手帕有诈，那我布下的其实一厢之局。我们早知是你栽赃陷害之局，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第三步，绝杀。围棋中有一名词幻眼，是棋局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我要将自己做成火眼，在困局中闯出一条活路。你让婉儿的宫婢拿我的手帕准备诬陷于我时，我便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即刻向官家禀报了此事。官家，你也知情吗？凤贵嫔说有场大戏要请朕看，朕何乐而不为？不然你真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？难道顾太医不是私自送凤卿出宫吗？我揭发此事有何问题？你亏服在案，与其不知你会出何毒招，不如我授你以柄，如此你才会遵照我的设计出手害我。你今日来查看我之后，果然得意忘形，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刚刚喝多了，都是胡言乱语，且你皆为推论，并无人证，做不得说。别忘了答应本宫的事。陈太医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可知，谋害嫔妃是死罪。我什么都没做。婉儿，将这熏香炉还有陈太医一同锁进房间，直到他承认为止。来人！我喝你们家的水银，水银挥发使人中毒，昏迷致死。是谁指使你了？冷贵妃吗？她如此歹毒，你猜，她成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是除掉你这个知道她最大秘密的帮凶啊？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那孩子呢？顾玄查到，小皇子对蛋清过敏，如此罕见的症状，偏偏与你一模一样。他是你的孩子吧？你说，若我禀明官家，安排滴血认亲，
你与冷氏都会被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娘娘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家人是无辜的，求娘娘开恩。你若将实情和盘托出，本宫答应你，保你家人不受牵连。官家，冷贵妃在灵堂设计大火谋害先皇后，还名微臣用水银谋害凤贵嫔。你，连你也敢背叛我？你不是也在我酒里下毒了吗？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竟不顾多年情谊，如此恶毒。男人就是无用，只会成为我经营路上的绊脚石。早知如此，不如早点结果了你。哼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逃脱罪责了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早就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了，从一开始就逃脱不了。你还自诩算我一策。冷氏，陈太医已经揭发你的一切罪行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汲汲营营图谋的一切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天雷无光，活水未起，都是一场戏罢了。那活这么久以来，吃过的苦，遭过的罪，又算什么？算你自作自受。你连我都欺瞒，我还在一直为你担心，以为你终于苦尽甘来，你万不该为了本不属于你的凤位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。忽然空城月，分割心事诀别。凤位是我的，我不会算错。我算过这么多次，明明都是凤阁天成，贵不可言，我乃天命所归的皇后。你心术不正，机关算尽，终是落了个罪有应得的下场，真是因果不虚，报应不爽。冷氏谋害先皇后，恶行累累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，打入天牢。明日午时，出一火刑。陈太医助纣为虐，处绞刑。我是天命所归的皇后，放开我！轮回重叠，涅槃破接受之气味，月照宫阙。今这一路风雨同舟，终化作此刻云淡风轻。敬阿姐涅槃归来，我们一家人终能相认。敬我们同气连枝，生死不渝。阿姐，我总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过去当皇后的时候呀，身边围绕着都是笑脸和善意，可是阳光越强烈的地方，阴影却越深重。感谢老天给我第二次机会，让我投身到凤卿身上。没了凤冠的光芒，才知道人心难测，世间险恶。这一世被血淋淋的践踏过，才知道爬起来有多难。我和他们一起淋过雨，现在我也该为他们撑起一把伞了。阿姐，你想怎么做？女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选择之权利。我将设女官选拔，凭技艺授职，有愿出宫者，我便赐钱恩放出宫，让天下的女子
才华有处施展，光芒有处绽放。可选择的路多了，就不会只剩下依靠男人互相厮杀这一条路。来，来，还以为再也喝不到这酒了。世间再没什么比阿姐酿的果酒更甜。不知今日过后，何时才能共饮？此番大事已了，我也该回军营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阿轩好样的。阿姐，不问问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亲眼看看，平日翻阅了千百遍的游记里记载的大好河山。可是你的腿，这段时日多亏有阿玄的照顾，腿已经好多了。过去困住我的不是受伤的腿，而是起了茧的心。阿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阿姐重活一回，我也要重活一回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方不负韶华，不留遗憾。往后岁月，唯愿阿姐安好，幸福圆满。他日官家若是负你，纵是天涯海角，我必策马奔还，带你离开。曾试过心的饭无灯盏。阿玄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此生曾为一个人，一份情，逆过天，拼过命，便无憾，便不悔。那你呢？阿姐与官家少年帝后，天作之合，再多风雨阻隔，也终将星月奔赴，缔结永恒。婉儿，阿玄，此去鹏程万里，单凭纵横四海，快意人生。如今本宫重活一次，情爱于我如浮云，后位于我如铠甲。儿女情长，终是小义。家国天下，方为大幸。此生本宫只为自己而活，尽兴而归。便具大人，还没有写好啊？你都没有时间理我了。我一直陪着你啊。你可是我故事里面的男主角。编剧大人万福金安。那凤仙是只想当皇后呢，还是她真的选择原谅了皇帝？想知道？嗯，自己看吧。